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对岸的松山少林寺哦，这个名震海内外啊。可是方丈他的掌门人出事了，少林寺的释永信被查了，登上对岸的微博热搜哦，好多的这个新闻呐、都占据在榜上的1、2、4哦，这个很多名。那我们看到少林寺的 CEO 玩脱了哦，住持被曝乱搞男女关系啊。现在很多部门哦开始要查了哦，少林寺也证实他在接受了调查。怎么会有这么荒诞的事情？因为这个人呐、哦，这个释永信哦，这一位方丈，过去呢，其实像我们 TVBS 也采访过他很多次，他很厉害，他很文明哦。那就是名满天下哦。那我们看到呢，释永信他涉嫌的刑事犯罪内容是什么呢？挪用侵占计划资金哦，就是拿钱把钱给偷了，好，严重违反佛教的戒律，而且跟多名女性啊保持不正当的关系。更可怕的是，连小孩都生出来了哦，所以现在开始在接受调查。不过在昨天哦，前天在网络上就有人流传说，他带着7名妻妾哦，开始呢想要离开中国大陆哦，去这个美国洛杉矶，结果在上海浦东机场被拘留。不过后来哦，中国大陆这边的公安局是说这是假讯息，可是他们可以证实释永信现在已经出事了，而且被调查留置当中。那到底他为什么可以搞这么久？没有人知道他搞这些荒诞的事情呢？哦，大家都很意外。我们先来看看他月初的时候，他还公开出席了一项活动，叫做加强道风建设。真的非常的讽刺啊！哈，以前呢，他在微博上面呢、哦，在这个微信上面啊，经常 po 文哦，而且粉丝非常多，接近100万。可是哦，后来他在这个被拿走、被这个留置之后哦，24号上午6点58分之后就没有再更新了。可见他现在人可能已经被某种程度被拘禁起来。另外呢，我们看到呢，其实早在10年前就有人看不下去了，就有人举报了，而且都是这些方丈啊、住持啊、僧人啊。可是呢，奇怪了，有关单位都没有动作，都说是假讯息。我们先来看看2015年7月，有一名叫做释正义的人，他就在网络爆料说这个方丈啊释永信啊有私生子，玩弄女人侵占少林寺的财产，可是后来不了了之。那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释延鲁，他是实名举报哦。上面这一位啊，在网络上面举报，可是这个人是实名举报，他也举报差不多的内容，可是好像也有关单位也没有积极处理哦。我是严重怀疑，可能释永信有拿钱疏通，还是怎么样贿赂这些官员，否则为什么可以这样只手遮天这么多年呢？释延鲁还说，多年来释永信从他身上敲诈了将近2000万人民币，而且可以查出来的有700万这个都是。人民币是很大一笔钱。那另外呢，我们看到2013年就有中国大陆的媒体有爆料，只是没有引发很大的关注，说是西班牙的报纸有报道，释永信这个人呐、有北大女学生的情人，还有德国私生子，以及3亿美元的海外账户。结果那个时候少林寺有回应说，这都是谣言。总之有人爆料，可是新闻都被压下去了，不知道他有什么样通天的本领哦。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现在呢，事情已经东窗事发了，所以中国佛教协会就注销他的戒牒说他败坏佛教的声誉，损害出家人的形象。那他到底是怎么样变这么有钱，让这个少林寺变得这么有名呢？他其实是引进西方的管理的这个一些知识哦。那他自己都说我是中国第一位拥有 MBA 学位的方丈哦。所以在1998年，他就开始把这个少林寺实业化成立一家公司，然后开启了少林寺的商业的一个营运之路。从此呢，少林寺不仅是禅宗祖庭，也是一个庞大商业体系的象征。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把抖音放进去他在抖音直播带货，你看所有的弟子在他旁边打拳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他每一年都会接受一些国外的邀请啊，像是
1999年开始，他就开始在英国的白金汉宫演出舞台哦，就是像他们打拳的这些舞台剧哦。那他们这些团体每年在全球巡演超过200场，每一场的收入哦，从过去哦最开始的10万美元，已经变成50万美元一场哦演出的收入，所以他累积的这些资产啊，相当的可观。截至2025年7月27号。松山少林寺一共注册商标有795个，你看看有哪一些？珠宝、教育娱乐、服饰、食品、照明、餐饮，赚钱赚得跟流水一样。来，亮哥，释永信他就是把少林寺公司化啊，然后国内国外打通他的行销通路，然后就开始制造各种产品嘛啊。这个前面那个是成功的啦，就是他把少林变成资本帝国啊，资本帝国，他一年接受外来训练的，想要来少林这边短期修炼的就有6000人，那可以收费的啊。那来之后，你一定会有些有的没的可以买做纪念嘛啊，就基本上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新闻啊，这个时候出来啊，那开封公安局还被冒名啊，发了一个很惊人的逃亡被捕这样的讯息，还带着情妇什么的，34个人嘛，对，那目前已经被否认了，说那是假的了。可是啊，为什么从2015被举报，一直到现在才变成问题啊？是，我认为一开始举报的大部分都是开封的人啊，那因为他的力量越来越大，那你要知道他能够长期当主持啊。你也要跟党政方面很多人要来罩你啊，都打点好了，就被压掉了，都被压掉了，就你在开封举报、河南举报就被压掉，就没用。然后是随着现在微博啦、各种东西、照片啊，越来越流行嘛，那收证就越来越多啊。我认为这表示中国大陆即将进入宗教反腐了。哦。那他是最大支的，所以就被拿出来当做指标人物啊。那有人一定会知道啦，所以就做出了那个开封公安局那个吓死人的，说在海外的资产有300多亿美金呢。我认为为什么这个时候要抓，一定是很多单位发现他把钱弄出去，这个就跟那个上次那个我们讲那个中国那个商业帝国，开始被人家举报了，啊，比如说恒大啊什么什么，就他开始把钱弄到海外，那他有各种名义嘛，盖庙、寺庙啦，干嘛？因为中国大陆，我猜啦，我猜是金融方面的单位发现，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列为重大案件，然后举报到中纪委。然后中纪委就觉得哇，这个太过分了，搞不好大家都仿效，然后用宗教的名义把钱弄出去。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对资金外逃抓得蛮紧的，那我认为是他已经到这个规模，所以开始把钱弄出去。那因为他的权力实在太大了，所以里面的人都没有办法反抗他嘛，所以里面也有人变成证人，现在都是匿名的啦。这没有里面的人举报也不可能啊。所以我是觉得应该是金融外逃，这个是主要的原因，被抓了，被拦下来。对，然后接下来可能就要调查各种宗教集团资金外流的状况。所以这一块开始要查了。那只是要把你污名化，所以就说你有54个情妇，生了174个小孩。这个也太惊人了，吓死人了！这也太惊人了，生了174个小孩。可是还有174个，不，这个举报的人，举报的人啊，然后还说里面有70%是代孕，那故事太多了吧？这个太这个部分把它删掉。我认为是金融反腐，那资金外逃到海外，这个是主要原因。可是好像有这个私生子这件事情。是有的，有加减有了，情妇好像没有那么多了，可能不会到100多个啦。不，情妇是54个，举报了，举报情妇54个也太多了，太多了。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要请教聂老师怎么看松山少林寺的事件？我如果从我自己看，我非常崇拜欣赏，因为松山少林寺有武功，我从小想练武功。当少林寺当然其实从练武的很崇拜的地方哈，但是其实这个新闻其实我很早就听说过，就会隐会声，没有去抓整个详细资讯。其实你也看报道就知道，2013年甚至更早之前，你说其他的不是他其他方丈不就告过他吗？对，我说2013年西班牙其实就有报道，从西班牙的媒体，然后在陆媒在翻呢，翻说他在海外有很多资产嘛。那时候就讲他在海外有多少呢？有这个3亿的美金的海外资产，甚至说在德国有私生女，所以这个讯息早就有。当然，这不管有多少人去告他，当然有些是渲染。像刚刚讲多少孩子这个东西，会使我想到大陆有个人很重要叫肖建华。你看那个明天系列肖建华，不是当时说他39孩子，我怎么可能那么多？有人说错，更多。结果一上网查53个，那网站都有写啊。不过肖建华的故事我稍微了解，因为我在这个台大演过一次讲，就讲明天系看两岸关系、政商关系。我先讲少林寺这个是这个有趣的东西，他的姓不错，姓释不就是释迦牟尼，就是释就是佛教嘛。对。但是我觉得他出世了，但他不是出那个世，就你今天和尚你应该是出世，就是真的就他入世，他非常入这个世凡俗啦。我的意思说他信得很好，可是他的行为有点问题。我讲少林寺这个 CEO， 我觉得他完全反了他的真的佛教的戒律。这佛教戒律不就4大皆空吗？除了你看到文宣里面没有酒之外，不谈酒之外啊。那里面这个色，你看刚刚讲到了，跟这个女孩子乱搞，对不对？还有北大女群员等等的。那你讲那个财，还有私生子嘛也算财。看一下罗柚资金，海外那么多资产哪来的，对不对？那我觉得他更离谱，还会把他的禅宗商业化。当然他还有个气哦，他很大气哦，他是首位他讲的，MBA 这 MBA 就很了不起了，而且他用这个 MBA 的架构，在1998年就成立了刚刚讲的河南少林寺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很厉害哦。刚讲的一些，他就运作了一些的商业模式，这不是很有气吗？很厉害。所以我觉得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听说他把自己气质弄得很高，你要跟他拍照不容易啊，要有人中介介绍才有办法。所以这90才气通通囊括了。所以讲不好听点，他也是人没有错，可是你就不要出家嘛，就不要到这个少林寺当 CEO 嘛。可是他不出家，他没有办法搞这些啊。对，他就刚好，因为他的性可能也刚好结合，借这个机会这个地方给他走上他该走的路，而且让他更顺势。是，来，我们进一下广告。我们过去说花和尚，结果现在看到了，大中老师。对，因为释永信其实他16岁出家哈，大概在1987年就成为这松山少林寺的管理阶层，啊，99年开始成为第30代的这个住持，其实那时候很年轻，40几岁。其实应该是从今年年初就有一些讯息跑出来，啊，网络上有新闻报道说，可能今年在2、3月之后，他已经被限制出境。但5月份的时候，其实这个政府机构已经进驻到少林寺里面做一些调查。所以这并不是没有蛛丝马迹啊，重点是他过去做，他认为说很对，就是他在把少林寺把它这个品牌化，所以他是真的是一个所谓的帝国。我们看到极端的人，有一些代表人物，就是这一次霸团经常站在台上的 leader， 包括我们必须要说的曹兴诚董事长是一个。沈伯洋委员是一个，还有2位网红八炯、闽南郎某种程度的确说出一些非常的极端偏激的话。可是我们爬梳一下他们的背景，一直在讲这个反共啊，一直在讲这个亲中啊，指着别人的鼻子，可是自己呢，他们跟中国大陆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啊。曹兴诚董事长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他过去联电在中国大陆，以及他有交女朋友在中国大陆，他自己都承认，还有图为证那沈伯洋的父亲后来被大家这个爆料说他的爸爸在中国大陆经商蛮久的甚至可能赚来的钱可以供他出国读书啊等等，于是他有红孩儿的封号。那八炯也一样，闽南郎也一样过去都在中国大陆读书啊甚至在那边走跳啊那现在最新的是一位网红叫志奇77可能有些年轻朋友经常看的 YouTuber 他的确蛮受欢迎的，订阅的量也很大这个追随者很多。那他在选前就是大罢免投票前也出了一篇这个赞成投票、赞成罢免这样子的一个言论现在有文思阁这个粉专
这个 Google 出来哦，查出来哦，就说他的爸爸其实也在对岸哦，其实设公司，然后赚了很多的人民币啊哦。一方面啊，就是讲中共已经悄然渗透台湾的黑帮组织，暗地里在偷偷发展统战，就是我们已经搞不清楚这些人到底是在伪装吗？哦，还是真心的在这个不认同哦，不懂他们到底在玩什么样的把戏？因为他们的背景或者他的家人哦，像是父亲啊，跟他们非常亲近的人，其实在对岸都有生意哦。所以这个不说不知道哦，说出来大家也都吓了一跳。那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八炯哦，有人说哦，这些人呢就是乱台的根源啊，拐瓜裂枣哦。不好意思，容我这样讲，因为真的经常有一些很妖魔化的言论出来。那当然哦，他自己把自己的私事哦也在台上公布出来。那既然你把你的私事讲出来，就不要怪有一些人会再去爬梳它的正确性。原因是八炯在这个投票前夕啊，有特别 po 文说他的太太很不幸的流产了。那当然大家也觉得真的很不好的事情哦，请他们要好好的养身体，太太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可是因为他有写男胎哦，这个于是就有一些粉专哦，有一些网友就去查了一下，因为这个都是很基础的科学知识哦，科普一下就知道了。因为他们其实也不算是流产了，他太太是去做人工生殖，把胚胎放进去身体里面。那如果说哦，他太太因为他们有公开讯息说是7月13号植入，7月25号植入失败，照理说应该不知道性别，因为医学上大家都知道，怀孕16周才会知道性别。这些虽然是枝微末节的事情，可是大家可以检验说这个人他是不是诚信的，他讲的话是真的假的，有没有说谎。那再来看哦，在投票前一天，我们看到有一个 hashtag。叫做小小多山的国家哦，那你可以看到在翠上面啊，网络上面很多人都标注这样子的一段话，它其实是聂鲁达的诗哦，是这个南美洲的一名共产党的这个诗人。其实不管怎么样啦哦，你 hashtag 任何都可以，只是说罢免失败之后 ，Google 的热搜关键字居然变成移民。所以合理怀疑有些人是因为对这一次的这个罢免的成果结果不是很满意，所以他去 Google 移民哦。所以是不是可以等于说这些小小多山的国家你一下就放弃了？你要移民吗？那罢免失败当然有很多的影响，对我们台湾未来政局的牵动，还有赖总统要出访美国喽。8月4号，联合报就报道说啊，美方可能会关切你罢免失败的这个结果哦，会受到美方的关切。在过境美国的时候，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是说，这个消息不确实哦，如果有确定的安排，会适时向国人说明。而吞了败仗之后，赖清德被指可能会跛脚哦，而且会牵动2026的布局。说是啊，罢免案失败之后，包括蔡英文总统的一举一动受到很大的关注，以及我们看到外界对于英系反扑的说法也甚嚣尘上。传言指出，2028年会有萧麦配，萧是谁？萧美琴，麦是陈其迈基本上是英系的。这样子的传言已经出来了。可是民进党的台北市党部主委张茂南说不对，这是谣言分化哦。那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包括郑丽君他代表我国去跟美国谈判关税嘛，那说这个美方认为他很难缠，是一个很厉害、很会谈判的对手。可是这是真的吗？自己人讲嘛，我们也没办法求证。那这个可是上一个我们记得被川普说很难缠的对手是小马可仕那个川普还大大的称赞了他一下，结果菲律宾的关税只降了1%，19%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未来大概出来蛋会没有可能跟日本一样啊，开放美国米进来啊？我们台湾躲得掉吗？还有包括我们看到日本现在的状况川普让日本人开始移美了专家也说了，美日关系陷入了空前低潮。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建立的同盟现在开始被掏空了，而我们看到现在首相这个石破茂能不能够撑下去据说现在代表保守党出马并且首度当选的这一位律师，第一次当选的议员居然在 X 上面写选一个丑陋又奇怪的生物当国家的领袖的日本当然大家就很争议啊，所以日本现在政局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的稳定。来请教亮哥。我这个
这个大罢免大失败国际媒体现在已经普遍都认为民进党是有一定的责任嘛，那也希望你自己要说清楚。那我看《纽约时报》、看日本的读卖新闻，都说是对赖清德的重大挫败。那你以为美国人都是这个雪中送炭的我跟你保证，外交向来都是落井下石的啦。他们一定会对你开始做不同的评价，就包括你的危机处理比如说你大罢免大失败，而且是失败到24-0呢。这个失败已经让他们感到非常意外了，因为太意外，所以人家就会深究嘛。比如说 BBC 本来是一面倒支持民进党的，现在连续写4-5篇文章，开始反省怎么会这样。我认为这个东西赖清德是回避不了的啦。然后你8月4号就要去，然后现在也传出，包括鲁特尼克今天728就在瑞典跟中国进一步的谈判那当然也是要争取这个川普能够10月或11月要去中国嘛，而且就是要做大规模的访问，连企业界都在被征询要不要跟川普一起去。那你认为中国大陆对你去都没意见？我说赖清德，那你认为美国都不会考虑这个因素？这有2个因素同时在作用一个是你是水尾德型目前是正在往下坠美国不会重新对你有评价吗？那第2个，中国大陆会跟美国要求那你怎么去处理？而且我在讲大白话了，你去之前关税要有结果美国跟日本已经有结果了，所以你看欧盟立刻受到压力，逼着赶快跟美国要有结果。接下来就是韩国跟日本嘛，因为日本出口到美国的东西影响最大的就是欧盟、韩国跟台湾这大家都知道结果你的郑丽君第4轮谈判回来还没有结果那是7月27号所以你去想一想吧，你到时候关税如果公布，然后大家觉得不符预期，然后你就跑去国外去了你认为大家会怎么看你就是甩锅给佐龙泰盛，你们去善后那我回来8月15号我就准备内阁改组，就这样人家的感觉就是这样嘛，好厉害的总统可是他过去就是这样的人吗？失败了也不敢出来承担吗？我觉得这次是最离谱了。这次最离谱。上次台南是议会不进去231天，就硬杠嘛。可是那个是地方政府嘛。你这个在中央大家都看到了嘛。是，来建中老师。好，我觉得这一次选举的结果这个数字很有趣如果今天是23-1、22-2，或者21-3，甚至20-0，我觉得这故事讲起来有一些故事，但不够精彩。24-0，这就是一个很精彩数字。未来当然不管各种这种文宣里面就会写进去，这就已经看出了现在执政党他的用心之深，然后最后操作失败。那不是，我觉得不是战术策略，就是因为刚刚讲的物极必反。所以刚刚讲的物极必反，刚才这个主任讲到这个极端这些人叫极端反价值之人。那你会发现极端反价值之人，我倒不是说他家属或他在大陆做了什么事情，因为很多人到大陆去，但是你知道我这样举例100个人去大陆，可能有10个人受过伤，我也碰过受过伤的，因为你不是所有人都好，也有人会欺负你、伤害你，甚至你交了女朋友被女孩子伤害，情伤也有，所以有3种伤，这也算。第一种当然受伤，情伤最重，你知道吗？钱掉了就算了，受情伤会自杀的，很严重所以呢，我跟你讲，你要仇恨一个地方，要3样东西：你钱被骗了，钱伤；感情被骗了，情伤。当然，我不是怀疑一个人是不是受过很严重情伤这是有可能嘛？我没有讲谁第3个仇伤，你在那边被人家吵架不爽人家骂你回来了。那我讲100个人有10个人情伤不会有那么多，钱伤大概5-6个，情伤大概1-2个。那当然被人家吵架2-3个的仇伤。好，那我不管，我没有这个要人家对号入座我先讲一下
这种军人反价值人，他们就用了一个最棒的利器，叫抗中。抗中动不动就反共。所以我刚刚讲的时候，跟我一样同年纪的，应该都知道台湾真正价值不在的时候。结果有一个台中朋友告诉我说，他坚决反共，因为从小蒋介石教育，反共到底。你怎么可以不反恶霸呢？这样跟我讲，你反恶霸，你把这些立委自己留着，共产就打来了，你知道吗？这些跟共产连接到多深，你知道？我说你听谁讲的？大家都这样讲，一直传文宣给我。这个文宣，我想观众去评断事实吗？就不是这么回事啊！不管你是不是希望两岸一家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这不事实，他们却把它当作非常厉害的利器。可这利器突然断线了，断掉，你知道？断了以后怎么办呢？我先这样讲哈，你今天打一个仗哈，你赢了就是英雄，输了是枭雄。今天你到美国第6大道这个 New York City， 我在那边这个10年嘛哈。你到第6大文化经济处，好，今天去办个活动，我说不好听，谁会重视你？当你先变枭雄的时候，谁重视你？而且现在是个问题，关税正在谈判当中，你现在的筹码又降低了。是，你不觉得台湾很可怜吗？我最要讲说，请台湾人民还是要注意，不管你如果是反恶霸的，请注意哦，这一次只是暂时的赢哦，对，还有823。如果你要继续坚持台湾的基础的道德价值，或者要真正维系我们台湾一种很棒的监督力量，现在这国会你绝对不能让现在执政继续下去。我跟你讲，要不然就完了。青鸟是暂时休息哦。对，你要知道这些人在崩溃当中，可是他一清醒，我告诉你，他们的力量也很大的哦，会继续反击。所以我要注意，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823那一天。好，来大钟老师。对，我提一下我们现在跟美国的这个关税谈判啊，我觉得我们是不是真的很难缠？我觉得要看最后的结果，而不是现在先。透过媒体这样的一个释放出这样的讯息，或是所谓的打预防针。那第二个是我们还是有个体认啊。从这么多美国目前打交道的结果来看，基本上它就是个跷跷板啦。就说假设你要降低美国对我们进入到美国关税，你就要做出很多让步，要么就是大投资，要么就是大采购。要不然就是市场大开放，这一点就是一个鱼与熊掌。所以说，当我们追求可能数字要漂亮，可能很多地方我们就可能要做出让步。而且从目前来说，包括欧盟今天最新的结果，我们莱恩说我们已经谈出最好的结果了，可能大家未必很满意，但是要做的是6000亿美金的大投资，7500亿，而且3年内对美国的能源采购，包括核能，包括液化天然气，欧盟的这个经济的实力这么的强大，最后他也不会谈出这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话还是不要先说得太满，而且大家心里面有个心里面有个可能一个大概有个基本的一个体认。那我们当然希望说我们最后还是能够得到个比较相对好的结果。最后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川普的这个目前的状况是他通常极限施压是有效的。除非碰到像中国大陆这样有一定程度的反制能力，才有可能对他释放出部分程度的弹性或所谓的让步。但是如果他面对的谈判对手是相对小的，即便是中小型国家，基本上美国的路数大概都是软土生绝，他不动声色，等着你自动把方案提给他。假设你提的让步的内容是他没有想到的，那意外的惊喜他就收了，但是不会说到此为止，继续就像拧毛巾一样，会拧出最好最大的结果。这是对所有的谈判对手都一样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还是要有很深的体认。但这是错还对，我觉得以美国利益来说，不见得是坏事。川普认为很正常。对，可是都已经7月28号了，迟迟不宣布。斥责亮正距第8次才谈出来，对，我们去4次，比你还难谈。是啊，最后还不是让成这样。是啊，而且赔了夫人又折兵哦，现在又7月28号了，的确让人觉得蛮担心的哦。好，观众朋友，大罢免大失败之后，我们看到罢团跟赖清德总统互怪把责任互推，尤其是曹兴诚跟赖清德两个人距离到底有多近呢？我们来看看这一则爆料，这是来自于赖以任的爆料。他说这个在开票完了没有多久，曹兴诚就跟赖总统有通话两个人在电话里头疑似有争执，对于失败的原因各执一词，没有办法达成共识。
记者有去问哦，有去问曹董哦，说真的有这样吗？有联络吗？曹新成回答耐人寻味，他说不讲了啦。总统没宣布，总统没有讲，我也不承认，是这样吗？我们看到赖以任呢，特别继续说在整个所谓民进党中央的记者会里面，对于罢免失败罢方跟民进党唯一的共识就叫做中共介选啦、中共渗透啦、认知作战啦。可是曹新成很不爽的是什么？民进党反复强调是公民运动，就是要切割嘛，就是你们公民搞的嘛，跟我们没有关系嘛，所以看起来曹新成真的跟赖清德翻脸了，跟川普跟伊隆马斯克翻脸的那个感觉有一点点像啦。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有一些内情有一些所谓的内幕报道陆陆续续出来了，包括您看到这一篇报道来自于《镜周刊》，他说高层党内高层，民进党各高层在选前洗估11席，大家很欢欣鼓舞说，哎呀，有11席会过啦，大胆估罢11席，结果全军覆没。据说啦，在大罢免投票当天，我们也都在电视机前面看开票嘛，赖清德召集党内要角，在官邸看开票，大家想象那一幕可能啤酒啊、盐酥鸡都准备好了，殊不知从4点开始就一路落后，执政党高层知道结果不如预期，当晚除令党团共同举行记者会对外回应之外，官邸开票聚会也转为检讨会，从喜迎到哭丧着脸，就那么半个小时之内就转变了。结果抵定之后，赖清德27号又召府院党决策高层来谈重新调整施政的步调，所以大家来看一下。那一幕有没有可能是这样？还记得吗？那时候陈杰宪轰出3分炮的时候，他跟潘孟安是这样跳起来，有没有看电视跳起来？结果没想到变这样，这是网友的 AI 合成图啊，大概很生动的描述了当时由喜转悲的情境为什么会有人把这个错误的讯息提供给总统呢？或者是提供给党主席呢？到底是谁错估形势？我们看到一个端倪就是友台有一个网络节目，在开票当天有连线报道，找来了很多民进党的民代啦或者是这个比较亲民进党的这些名嘴他们的估算都是什么？钟嘉宾估10席，林楚英估11席，可见党的讯息就是11席那范世平他是名嘴，估11到12席，四叉猫估6席，还说自己会不会太保守？卓冠廷估7席。黄伟汉也估7席王石琪是估24+1，就是他认为会全垒打。好，结果全倒大落赛。我们看到卓冠廷跟黄伟汉所谓估7席我们的讯息来源，这个7席应该是府方最后估的7席这个亮哥也赞同我我们跑新闻的讯息来源是这样，府方最后是估7席，那会不会是党那边估11席？不知道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是早一点的事情，对，早一点估11席，更早的时候估11席，后来估7席。伟汉呢，他在罢免过后呢，他说有4件事情如果不改变做法的话，民进党可能还要继续输，包括这个主流民意不喜欢大罢免，这个应该是昭然若揭吧。第2，抗中保台牌失效这个很多人也往这个方面讲。第3，反共不等于挺绿。第4，赖总统上任到现在支持度没有增加，蓝白证明只要团结，足以赢过绿营。好，那当然这个是这个黄伟汉的说法。那我们再来看看呢，这个包括今天有一件事情也引起大家的讨论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吕建德，他是卫福部的副部长卫福部的次长，结果呢他在脸书上写说祸兮福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依，祸兮祸之所伏然后 hashtag 写胜败乃兵家常事，剿匪也不是一次就成的。剿匪耶，他讲的是剿匪耶。那你看到呢？今天早上后来可能有人跟他讲，他要把他编辑修改了把他编辑修改了，结果被黄国昌批评说，你公然把国民党的立委当成匪吗？这合适吗？因为他显然是在讲大罢免这件事情了。来，请教蒋介石后来剿匪是失败丢掉整个江山所以吕建德是卧底的，他是卧底的。
我跟你讲，这个我现在重点是党中央是怎么看、怎么表态啦。比如说林右昌就自己辞了，那他有说原因吗？比如说罢团为什么会抱怨党中央？为什么林右昌最后2个月都在花莲？为什么党中央派的10几个人到花莲去协助？那其他地区没有看到啊？我跟你讲，罢团有他的看法啦，因为有很多地方啊，那个民进党的党公职并没有全力投入罢免，这个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啊，比如说王宏威那一区，王世坚就没有介入啊，所以他被侧翼说是战犯呐。不是，事实上他一开始就说他反对大罢免啊，他很守自己的原则嘛，有这种人啊。那也有一种人是，补选又不是我，那我干嘛去？我干嘛认真？对不对？你有看到罗致政大力在这个罢叶元之吗？到最后帮大忙都是吴思瑶、戴伟山、苏巧慧，都是有直接利益的人呐。因为戴伟山要补选嘛，苏巧慧选市长嘛，那罗致政也会想啊，我白忙一场，你们去爽啊！我何必那么用力？台东也是啊，台东庄瑞雄要选嘛，那刘兆豪跟这个赖坤成都靠边站，我为什么要帮你？我跟你讲，这个当然就是你那个形成决策的过程，就让人家觉得你有很多已经铺好的路了。所以为什么非赖清德嫡系的人就会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如果反国民党是大事，那为什么我们都没有份？所以我要这是属于党内的啊。可是罢团就，因为比如说在桃园就没有这个问题。桃园民进党的县市议员都很认真在辅选不在罢免啊。那桃园就没有这个问题，可是很多地方都有这种问题啊。那这个当然曹清诚就会火大嘛。所以赖以任爆那个料我觉得曹清诚也是一开始是尊重赖啦，就5点半说，我们输了，待会我要讲话，要怎么讲？我认为是这样吵起来的啦。所以一开始他应该也是要尊重，看赖要怎么讲。他不希望2个人不同调嘛。结果赖一副就是跟我没有关系啊，你问我干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而且后来党中央的调子真的就是这样啊，说都是公民团体啊，我们肯定他啊。那个蔡英文也是这样讲，赖清德也是这样讲，对不对？然后就说，我们只要继续民主就不会输了。这个绝对不是罢团要听的话嘛，因为曹清诚就会他站在很多的第一线，他不是只有在松山信义啊。因为他有给很多罢团钱嘛，他全国都有走，所以人家都会来跟他报告状况。事实上，检举民进党的人没有全力投入，大概是2个月之前，他不就去见那个赖清德了吗？对不对？而且到了后来，曹清诚的这个首席顾问突然被拔掉，其实我如果懂政治的人就稍微知道了，就民进党就会觉得说，搞不好没有超过6，那怎么办？所以还是买个保险。那这个我认为罢团就很难接受了啦。我跟你讲，这个反弹如果民进党没有好好说，事实上他说有2个部分，一个是针对罢团的部分，一个是针对社会的部分。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没有任何人认为赖清德是无辜的啦，谁会认为他是无辜的？让柯建铭讲一堆话，民进党还无辜啊，对不对？至少柯建铭讲，就是说就是我搞的啊，而且赖清德要大出场啊，这种话我们会忘记吗？所以你搞的一副跟你没有关系，都扯到罢团，这我跟你讲，不管对罢团对社会都是不能接受的。那这个反弹不只是在823会继续发作，明年地方选举也继续发作。我跟你讲，一定的。政治不能这样处理啦！我跟你讲，这个如果是蔡英文或者是陈水扁，一定第一时间出来鞠躬，
结果他躲起来，他让立院党团去鞠躬，对不对？对，是林右昌跟吴思瑶鞠躬嘛？对，对不对？为什么你没事啊？林右昌辞职啦，我知道，秘书长就，可是大家都知道林右昌最后都在花莲。对啊，去10次。是啊，跟你赖清德都无关。讲这个简直就是把大家当白痴嘛。我跟你讲啊，政治已经输了，就要讲实话了。这个我在民进党那么久，以前阿扁或者是蔡英文，他们都做过正规的道歉啊。你明明就有介入，你还要那边扯？没有。曹新成如果不是总统府防卫韧性委员会的首席顾问，他在地方走动，民进党会理他啊？大家就认为好像有这么个赖清德的影子嘛，所以人家会怕你，会听他的，会听你的，对不对？你还要说，狐假虎威，跟我无关，这个没有人听得下去了。难怪哦，曹新成在第一时间面对记者的询问的时候，他很生气哦。我们来听听看。有跟总统通过电话吗？这个就不讲了哈。这个总统是不是由总统那边宣布？那有跟民进党那边来联络吗？啊？有跟民进党那边联络？没有什么联络。你看曹新成第一时间这样子直接说没有，由总统府那边来宣布。可是后来总统府也没有宣布，就是了。来。OK， 我相信他当然要生气啊。这个因为他用尽了力道，而且还觉得胜算在握，结果输了，你不觉得他会难过？难过之后情绪化，当然就生气啊。我跟你讲，这一次呢，真的有趣，就是我觉得现在绿色的这个青鸟啊，这一次真的是崩溃了，而且甚至很多人就是后来讲说他们会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他们已经归类为叫邪教，这种教不管他们叫什么教，就是这已经走偏了台湾的正常的这个合理的价值，所以很邪了。那这我要必须讲，就是股市我们讲是如潮水啊，民意如流水，所以他们在估值上都以为他们还真的会赢，大家都觉得会赢啊。但现在找的任何理由借口，包括黄伟汉讲的四件事，我觉得那根本是因为输了找下台阶的借口，根本一个都不叫借口。那个本来我要分析，我认为会输赢的原因，我觉得其实很简单，也就是台湾人民啊，说不好听一点。当然，你可以用文宣去把它用盲目盲从的运营的带到某个地方，可是你用到了极致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人会看不下去了。我觉得台湾的人有些人隐忍太久，我就讲几个，你会发现啊，现在执政在做的事情，他不是真为民，在问政。慢慢有人看穿这些东西，就是你今天该做的事，包括南部，甚至有人的这个家庭从7月出到现在连屋顶都还没有，请问你做了什么事？而把所有的重金不去为民，而都扎到所谓的大罢免。强调罢免就是因为要罢共，这是有什么逻辑？我听不懂。第二个呢，我觉得他们操纵这个民意啊，已经到无所不用其极，而且太过分了。因为我同学有给我看一个东西啊，什么东西呢？就幼儿教育，幼稚园小学生在跳舞，跳很好听的歌叫大罢免。这个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不可以从小孩教育开始，就像我们酒不要跟小孩子喝一样。我觉得很多东西你要让他们自然发展，给他们健康的思维。这个东西，任何有一个理性的这样看以后，会看不过去。我最后就觉得台湾这个之所以会有问题，就是说你现在刚有人讲说反共，他讲理由说反共不等于挺绿，其实他们用的文宣啊，大肆的告诉你反共就是挺绿，用的太极端了，让人家觉得错乱到这不应该是事实。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次我觉得绿可能做了3个重要的事情，应该要赢的。第一个，他们用尽了力道，就是这个极尽力道，无所不用其极。你看到路上到处的用各种文宣，用各种叫喊的。其实因为我自己看不过去，我有去冲突到一些街头啦，他们的很多人呢，只要你一讲，我只要说你们搞不清事实，他们就冲过来了。我这样你就知道他们用的力道有多深。第二个呢是物，你看他们现在有这个行政资源，他们用尽了各种的各式可用之资源哦。那你看到街道上所有的东西大概都被他们把持了，我觉得这实在太严重。当然，这个反恶霸的也会有一些宣传者出来，因为他们也必须要维护自己该生存的一个后路嘛。第3个，我觉得他们的心跟我觉得比较可怕的地方叫做机关用尽机关算尽。那这个机关算尽，你去看他们用的各种文宣，包括我刚刚讲的幼儿教育，我觉得有点过之到你不符合常态的理性。那最后呢，当然我们就讲估值，这些人估不管你估11期到7期几期，我觉得真的他的气势造成好像是有这个样子，所以估错我不能怪他们。可是估错了之后呢，所有的理由我都觉得不合理。
答案就是一个，就是人民的觉醒。其实看起来很多的台湾的人民是清醒的，你用的东西太过极端的时候就被人家看破了。你不要穿过这管道，在蒙蔽的时候人家还看不到，你穿过就出问题。还有人说，现在他们在争议说他们的战术策略，我跟你讲，战术很正确，非常的稳健。我重点就是一个，因为物极必反的，就人民，我觉得大部分还是清醒，所以我有不少甚至在军系的学生或等等也传给我说，台湾人民大部分还是清醒的。没有错，来，李大中老师，对，我也觉得关键字就4个就是物极必反啊。因为我想请问各位这个观众，有没有觉得这几个月台湾是社会最分裂、最动荡、氛围最肃杀的？我的感觉是胜过于过去的总统大选。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应该是一个执政者，不是应该是要团结社会、凝聚这个国家吗？可是为什么都是反其道而行？第一个是我觉得罢免基本上，但是法律上是可以，这是人民的权利，但是我觉得正当性是都不足啊。第二个是我觉得我比较感慨的地方是就是或是比较讶异的是，曾几何时在街头上大家拍照自拍都会被人家指点说你是不是匪谍，你在干什么做什么。我们台湾哪一个时候有这样子过？不就是这几个月才发生的吗？这难道跟这个执政党在推大罢免没有任何关系吗？我完全不这样觉得。所以说我认为这一次其实就很明显，不管理由是如何正当性多么的好听，基本上我觉得就是要形塑一个人为的立法院多数，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逻辑。那第二个是现在讲的说的这个选后的检讨我觉得都是这种比较位置上的谁该去职，谁该如何。那还有各式各样的一个原因，我觉得都是很些微的。什么有人说是跟发1万块有关当然可能这个罢免团体说这个可能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介入影响有关有人说是国民党组织很强有关，我觉得这都不是吧。大家问问看投票的你的动机是什么？当你要投反罢免票，其实在投下去那一刻你都不知道你是多数是少数，因为民调都不准过去基本上没有这个民调，只有投出去之后才知道说原来社会上还是有股比较中间中道的力量不喜欢这样的这种怎么讲这种氛围，不喜欢这样的对立，不喜欢这样的撕裂，但是企图用这一次能够让执政者觉醒，能够真正在处理的反省，不是只是在位置上或是下次选举，而是这整个你的责任，我觉得基本上以现在来看都是缘木求鱼我不会认为说执政党会真心的在做所谓的这个真心的检讨，所以这对我们台湾的社会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一次但对未来我不会觉得有太乐观的一些期待。老师讲的没有错，物极必反为什么妖风这么大？到底是哪一些妖呢？